如果穿越回远古时代，能做些什么证明我们来自未来？制作一个简易电筒，预测一场倾盆大雨。现代文明告诉我们，你不必什么都懂，但我们生来拥有好奇心。一粒按键，一艘巨轮，一罐花生酱，一位虚拟人，都会勾起我们最原始的探索欲。是什么构成了我们的当代生活？科技、工业、消费，我们用影像贴近现代生活的每一寸肌理，探寻其背后的奥秘。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一个庞大的工业奇迹，15万张设计图纸，超2500万个零部件，长达数年的建造周期，精密复杂程度都超乎想象。大型邮轮的建造代表着当今全球船舶工业的至尊水平。当我们向海洋迈进，邮轮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本集了不起的工厂，我们来到位于上海的外高桥造船厂，为你解码大型邮轮制造背后的故事。外高桥造船被誉为中国第一船厂，置身园区中，浓厚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不远处是巨大的龙门吊和各类重型机械，像一座移动的城堡。很快，第2艘国产邮轮就要下屋了。我们找到这里的邮轮项目负责人，和他聊了聊。我们一直说那个邮轮是中国造船业3颗明珠的最后一颗明珠。其实我们整个中船集团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船都能造了。邮轮是我们补上这个造船图谱的最后一块。他们都说邮轮建造是比较难的，它的难点在哪里啊？它不仅仅是满足普通船的一个船用性能，很多其实是满足一个人的一个休闲娱乐，包括住宿的要求。第二个呢，就是邮轮这个建造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一个船厂是很难把单体船上所有的东西全部由我们船厂完成的。我们其实在建造的过程中也引进了很多这种国外的分包商，界面协同也是非常困难的。1号船在建造的过程中，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超过4000人在船上同时施工。因为我们邮轮一直说啊，就是3大关键技术。首先第一个就是重量控制，邮轮在重量控制方面就比其他的船舶难度要大很多，我们做到了斤斤计较。你们的建造方式是不是把一艘船切成好多段，然后每段分别造，然后把它拼起来？就有点像乐高搭积木一样的，从一个很小的单元，从钢板切割以后做成小阻力，小阻力然后拼成一个我们的所谓的分段。分段涂装结束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刚才我们那边有平台，平台上用这个600吨的龙门吊车把小的组成大的，大的呢就变成总段，总段然后做完以后呢就具备一个下屋的条件。这个就是要下屋的这个总段部分了吧？这个对，我们找个地方去看一眼。前面吧。邮轮下屋是建造流程的哪个部分啊？整个邮轮从下屋开始，就是说邮轮建造过程开始正式进入了一个起跑的阶段了。看对面那个平台上，这些都是邮轮的总段啊。真正下屋以后呢，就是说为下一个节点就是起伏出屋了。我听说下屋有个下屋仪式，对吧？在欧洲、在意大利、在法国有些船厂，他们喜欢在屋墩上面，放一点纪念币压在下面祈求这条船顺风顺水有个好的寓意啊。我们这次呢，这个下屋的话呢，也会烧个硬币盒，烧在这个分段上。这个硬币盒呢，会跟着这个船一直走。那我们可以下去看看吗？可以。这整个船屋深大概多少米啊？14米。这些都是屋墩，对吧？这个就是他们船的整个邮轮的底部部分了，是吗？对。你感觉到时间紧？非常紧迫的。我们1号船其实整个建造的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我们从19年下屋到23年的下半年，我们进行了交付。而我们2号船的话，从下屋到交付的这个建造周期，比1号船整整缩短了8个月。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在2号船设计之初，我们就把它改掉，这样呢能够减少我们整个一个废反的产生。比起第1艘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在建造的第2艘邮轮船体总长将达到341米，总吨位约14.2万吨，乘客的舱室也在首艘国产邮轮的基础上增加了19间。要做到这些，设计上的优化和改进必不可少。
我们开发部呢主要负责民船以及大型邮轮的前期设计、基本设计。这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我想应该是突破原理部分，因为大型邮轮前期的原理性设计以及很多关键的核心技术，其实都是封锁在西方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典型的详细设计图纸。那么在邮轮上，像这样的详细设计图纸呢，我们有将近3000份。那么把这么多的2维图纸变成3维，首先要让生产设计人员充分的了解原理性的要求，把相应的设计标准和设计指标在模型中体现出来，并转化为让现场工人能够看得懂的施工图纸。我们带着图纸下现场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活动也是要求我们在现场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最高效的，然后在邮轮上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工作方式。2号邮轮相比1号邮轮呢，它平行中体增加了17.4米，一部分手部的上层甲板取消了。其次，由于邮轮的特点是一船一样，所以对内装的设计也会有很大的调整。再其次呢，就是2号邮轮更加具有这个环保的特点。等于是在一个船上面建了一个酒店，对吧？没错，很高，那重心怎么去把它做得很稳？这各个环节、各个数据口都要提供相应的重量、重心的数据。然后有了这些数据以后，我们在模型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仿真数据真实、数据有效，我们的计算精准，就可以从理论上保证它没有问题。实际的结果检验，它也的确是留给我们这个犯错的空间也是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对，所以我们对这个过程的管控一定要慎之又慎。这也是突出了中国制造的一个精度没错，没错。对于大型邮轮来说，4到8毫米厚的薄板占整船的80%，它对邮轮的重量和重心的控制至关重要。薄板的生产，由于在分段、切割、焊接、吊装时都极易变形，因而也成为邮轮建造的难点和重点。为此，外高桥造船厂专门建立了这座薄板中心。我们这个车间是为我们大型邮轮薄板分段建造配套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分段制作车间。我们的左前方可以看到邮轮的大型的这些薄板我们的尺寸可以做到3米乘16米。那从这里经过绞平预处理过来以后，我们正前方看到的是一个切边工位，这里经过预切边以后，可以流转到我们的这边激光俯焊拼板工位。在这个工位呢，可以实现0.5毫米的组对精度，这个工位能够实现的焊接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2.5米，已经是薄板焊接的最高速度。另外呢，焊完以后几乎看不出来任何变形，这些环节呢环环相扣。这就是国产大邮轮的甲板的一个材料。因为激光复合焊的话，它工艺窗口非常小，也就是说对它组队的这边的话一个平整度也好，还有组队的间隙这边的话，它的控制要求都非常高。通过它的控制界面，你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设备的话，它可以控制到丝1丝2丝，意思是就是一根头发丝距离吗？差不多，因为我们这是0.01毫米。这个黄色的庞然大物是做什么的？这个是为我们大型邮轮薄板分段建造量身定做的一个专用翻身架。它是反过来造的是吧？反过来造。这个吊装现场就有点像是一个大型的搭积木的现场，只不过这里的积木是一个个巨大的成百上千吨的船体的分段以及各种设备。它是通过这个龙门吊，然后把船体的分段给组装拼接在一起，通过严丝合缝的一些拼接，让整个船体达到结构的稳定。那整个在上面吊装下来之后，那是不是剩下的工作就是全部都在这里进行了？基本上是在屋内的话，我们完成了这个吊装完以后呢，就是大量的焊接工作、设备的安装，包括我们的舱室，一个通过那个我们的专用的舱室升降机，把一个一个防舱单元要推到那个位置上去。2年以后的话，你要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这个船的整个样子也都出来了。我刚在展厅看到有好多照片啊，那些都是你们造的吗？对，这是我们每一艘交付的船，我们都在上面会留一张照片。看着自己造的那个第一艘邮轮出海，那时候是什么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因为我们
真正实现了中国邮轮的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转变。所有的人都对我们能够按期交付一艘高质量的邮轮都感到很不容易。但是，距离我们真正把中国的邮轮产业做好嘛，还有一段距离，所以需要我们赶上。我们一定要实现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把整个中国的邮轮产业链全部搞起来。我们当时觉得造邮轮最大的就是说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体验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去做，我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或者是能为这个做一部分贡献，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参观完造船的过程，我脑中闪现了很多奇迹工程，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但对于更广阔世界的向往，让我们鼓起勇气，共同协作，克服一个又一个难题，向自身、向世界不断探索。